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0季第10集。春田镇有个名人堡，许许多多优秀的人都在上面。今天又有一位新人将要上榜，这个人是本地的一位商人，传说中给20%小费的大款文斯康纳。节目拉开展示了他的生平，好巧不巧，他竟然和辛巴同岁。辛巴说文斯要比他小10天，辛小妹很是惊讶，只要10天，人和人就有这么大差距吗？对于这个掌握本地多家公司，人人都奉为上帝的人，辛巴言语讽刺，似乎积累了很多怨气。辛巴知道这是为什么，因为在高中时，文斯曾是他们班的班长。辛巴恶狠狠地说，如果我当选了，现在受人拥戴的就是我了。原来那场竞选辛巴也参加了，那个时候的他还不认识辛妈。记得那年竞选班长的时候，最先发表演说的是文斯，那时的他已经是副班长的职务了。他很优秀，在任期间就推荐了3位同学参加竞赛，而且很富有人格魅力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。这样优秀的学生，校长也很喜欢。接下来参加竞选的就是辛巴了，他的脾气和现在别无二致，面对公众他十分紧张，原想脱稿演讲展现自己的实力，却因忘词彻底被沦为了笑柄，最后还被罚了10天的留堂。校长公开支持文斯，表示投他的人明天放假半天。之后的事就变得顺理成章了。辛妈见丈夫又沉浸在伤心往事中，忙安慰他，然而话还没说完，辛妈就被走下来的文斯吸引了目光。呵，女人。文斯从容不迫地走到人们身边，亲切地跟以前的老熟人打招呼。他身上带着辛爸所不具备的人格魅力。辛爸做过很懂的样子，说那些表面受欢迎而且自信的人，内心都不是真正的快乐，就算有笑容，背后也是泪花。还说像文斯这样的胜利者，内心深处都是很悲凉的。见家里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话，辛巴决心要证明一下。他冲到文斯的面前叫住了他。对于这样的突然袭击，文斯依旧风度翩翩，他就认出了辛巴，亲切地问他近况如何。见他如此从容，辛巴依旧咄咄逼人。我敢打赌，你的微笑背后是一个垂死的人。然而并不是，文斯的微笑背后是个更灿烂的笑容。辛巴一把揪住他的脖领子，你不可能事事如意，你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但什么都没有，文斯就是单纯的过得很好。文斯的个人魅力照进了春田镇的各个角落，哪怕是最阴暗的老谋子酒吧，也推出了文斯康纳特饮。见辛巴对文斯不感兴趣，莱尼很是奇怪，毕竟他真的是非常好的人，给莱尼和卡尔都捐了肾。辛巴说出自己的心结，文斯赢了班长的选举，毁掉了他的生活。莱尼和卡尔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将当年的真相告诉了辛巴。在高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，那天他们在学校里溜达，校长突然出现，交给了他们一个盒子，让他们拿去森林里给埋了。他说这次选举的真正结果不能被人知道，他们俩同意了，并提了一个条件，那就是让校长帮助他们留级。听到这段往事后，辛巴意识到自己当年说不定胜出了。辛巴立刻表示要将选举箱给挖出来，然而一旁的戈尔开口了，就让往事随风吧。他说当年总统大选结果不也造假了吗？但你看我就大人有大量，完全不计较。晚上辛巴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选举结果到底是什么？不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就会一直膈应着他。辛巴找到了莱尼，等他换了衣服后，两人就来到了那片森林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就找到了选举箱，统计票数的工作就交给了辛小妹。结果令所有人都震惊了，胜出的居然真的是辛巴。这家伙高兴坏了，耶，我是高年级班长。然而没兴奋多久，辛巴就平静了下来。要是按照原来的结果，自己真当上了班长，就会住在大宅子里，看着彩电，娶个辣妹当老婆。辛妈一听不乐意了，辛巴马上解释，我还是会娶你的，但你会更加迷人而已。辛小妹不赞同爸爸的想法，赢了高中的选举并不意味着就是人生赢家，但辛巴对这件事坚信不疑。他觉得校长偷走了本该属于他的美好人生。校长正在享受他的晚年生活，和朋友们打打高尔夫，聊聊闲天。这时一声咆哮打断了他的娱乐活动。看着辛巴气势汹汹地朝自己逼近，校长也大概清楚他此行的目的。一下车，辛巴就咄咄逼人，我本应该是班长，是你作弊才让我不能当选。支开了小心之后，校长说出了他的理由，他很不喜欢辛巴，从过去到现在，但这不是他做这一切的原因。那天他听到了2个学生的交谈，侯莫辛普森那就是个衰人，如果让所有人都投他票，送他当选怎么样？然后就可以一直把他当做笑柄了。两人为自己这天才的想法高兴了好一阵，不曾想这一切都被校长听到了。于是为了不伤害辛巴幼小的心灵，校长派人销毁了投票箱。辛巴虽然为毁掉梦想而难过，但也为校长出于好心而感动。校长说他的确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，但从不后悔操纵了那一次的选举。得知自己本应该是班长，辛巴依旧郁郁寡欢，连吃的都不香了。他很想知道，如果当年顺利成为班长，今后会有怎样的人生。这时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如果你够勇敢，你会知道的。说话的是餐厅的老板，他说店里有个员工是移民过来的，人们都说他搅拌酱汁的时候，只要一小会儿就能够预知未来。然后一家人就围绕在了那个店员身边，他让人们看着酱汁，然后就能够看见他所看到的内容。不停的搅拌过后，红色的酱汁渐渐有了画面。那时校长宣布竞选结果的时
后，念出辛巴的名字时，台下响起一片嘲笑声。莱尼和卡尔直接站起来说，他们的班长是个衰人，还说辛巴证明了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受到爱戴，大家才会喜欢你。在他们的带领下，同学们都为辛巴欢呼起来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只看到这里，辛巴并不满意，于是店员只得继续撒下一些佐料之后，大勺又搅拌起来。当上了班长之后，辛巴确实和之前有些不一样了，处理起班级事务来也颇为得心应手。这时，一个女孩子问他有没有找到舞伴，辛巴婉拒了这个女孩，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了心仪之选，那就是黛碧平森。他走过去询问小戴是否愿意，这姑娘没有过多犹豫，就挽着辛巴的手跟他走了。这时，有一位姑娘正黯然神伤，这位有些自卑的姑娘就是辛妈，她觉得自己永远也不可能约到辛巴。看到这里，辛小妹忍不住插话了：爸爸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更糟，因为他没有和妈妈在一起。大家没有理会他，故事又继续了。那天舞会，辛巴如愿以偿和小戴一起跳舞，穿着得体，舞伴美丽，人生赢家大概也不过如此吧。然而当辛巴看到了一旁的辛妈后，他才知道谁才是最美丽的女孩。辛巴支开了小戴，来到了辛妈身边，他很知道该如何讨女孩子欢心。他对辛妈说，也许以后还会遇到更美好的事，但是都没法和遇见你相比。于是两个本就相互爱慕的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。舞会结束，辛巴还将辛妈送回了家。看着这对小情侣如此亲密，辛妈的两个姐姐还挺惊讶的，她们看起来并不像现在这样厌恶辛巴。挥别了爱人，秃头的车停在了辛巴旁边。他说辛巴有当领袖的潜质，想问问他在学生会里担任什么职务。辛巴很骄傲地说，我是班长。秃头一听觉得挖到宝了，就问辛巴愿不愿意给他工作，不是现在的7G区，而是6F区。这时辛小妹又忍不住打断了，所以老爸的生活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和妈妈结婚，为秃头打工。店员都受不了了，能让这小姑娘安静点吗？辛巴再出现时已经开上了跑车，将车停到了车库门前，就朝家门走去。他在楼下大喊，老爸你还好吗？老辛普森打开窗，没有什么可抱怨的，永远都没有。这当然不是辛巴的家，旁边的那栋豪华别墅才是。打开门，辛妈身穿华丽的礼服从楼上下来。辛巴问孩子哪里去了？辛妈说你都做了安全措施，我们没有孩子。现实中的辛妈觉得这是个损失，没有孩子这日子该多么可怕啊。不过辛爸貌似觉得这日子还挺舒服的，酱汁里的生活为什么这么美妙？辛巴想到这就要跳进酱汁里生活，店员一把把他拎了出来。要是你能生活在酱汁里，那你觉得我为什么不能生活在酱汁里？得知当上班长后自己的人生会那样的美好，辛巴就变得更加的颓废了，就这样整天泡在水里，身上都长海藻了。这天家人们找到了他，想要跟他谈谈，但辛巴不想谈，他觉得他们无非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很不错，让自己振作起来。辛小妹说他们没这样想过，毕竟看到的生活是那么棒，与现在的对比是那样明显。小辛说他们觉得酱汁弄错了，辛巴显然是不相信，于是他们将辛巴带到了名人榜面前，只见自己的名牌也上了这面墙。辛巴现在总算是开心了。辛小妹说以后人们看到这个就会说无论他是谁，他都一定是个人物。果然不一会儿就有个男人带着孩子来找辛巴合影。爸爸，你认为我能选上班长吗？儿子，我们不可能都成为 Homer。 这下辛巴是彻底满足了，不过就是这名牌好像固定的不是很牢。这当然了，因为这原本是史校长的位置。人生的路很长，可最关键的只有几步，当不当班长算得上是辛巴人生的转折点了，但这关键的一步却没有让他自己迈出，以至于之后在 loser 的路上越走越远。有多少人是打着为你好的名头，结果却亲手毁掉了那些本该属于你的美好。或许那些男孩子的确不怀好意，但他们也确确实实给了辛巴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。然而反观不愿伤害辛巴的校长，却实实在在的抹杀了辛巴的梦想。我们身边充斥着很多人的声音，他们总爱站在自己的角度出发，为我们好，却从来不会思考那些强加给我们的到底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。自以为是的付出，感动的只能是自己罢了。真正的爱从来都是建立在尊重对方之上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